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把大米里面放一个生姜，作用真的是太厉害了，解决了很多朋友的大烦恼大麻烦，既省钱又实用。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这种的大米和生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两种食材，但是很多朋友啊，把它们单独分开，知道它们的作用是什么，而把它们这样搭配在一起，却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神奇厉害的用处。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。首先我们准备1碗大米，大米用平时做饭的普通大米就可以，然后我们在里面挑选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石子、沙子、土等这些东西。一般如果是自己家里面打的大米，那么很容易出现有石子的这种情况，我们家里面种过水稻的朋友都知道。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大米的营养非常丰富，是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主食之一。即使它的表面并不脏，我们只需要用水抓洗一遍即可。而生活中很多朋友在淘洗大米的时候，都要淘洗3、4次，那样呢，大米表面的营养成分都被清洗干净了。然后我们把淘米水倒出来，倒出来的淘米水可以用来浇花洗菜，千万不要直接当作废水倒掉了。像这样咱们的大米就淘洗干净了。淘洗干净的大米，我们把它放在一旁晾晾。时间不充足的朋友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先放在一旁备用一会，教大家一个让大米快速变干的方法。接下来准备一个生姜，少许的水，把生姜打湿，加1勺平时做菜的盐，然后把生姜用食盐搓一搓。生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调味品，像我们炒菜呀、煲汤都会用到。要说把生姜和我们的大米搭配在一起，可能很多朋友这一辈子都没有听说过。而生姜的表面有大量的泥土，还有灰尘，甚至还会有一些虫卵，所以说我们在洗生姜的时候，最好是用一点食盐，并用食盐的摩擦力将表面的脏东西带下来，每一个地方都要搓到哦，它的头部还有底部，我们都要搓洗干净。搓好后再一次放回盘子里，再往盘子里面加水后，我们用盘子里面的水将生姜表面的食盐残留冲一冲。才冲了几下，可以看到这个水非常的脏，将脏水倒掉，接着再换水，把生姜表面完全清洗干净。洗干净后，我们把生姜放到菜板上，那么这个外皮就不用削掉了。如果上面有不好的地方，我们把它切掉不要即可。很多朋友在生活中选择用生姜的时候，都会将生姜表皮去掉。其实咱们的生姜表皮和生姜里面的生姜肉，它是相辅相成的，如果是去掉的话，就达不到想要的作用了。所以说啊，咱们的生姜皮一定不能去除哦。然后把我们的生姜切成这种厚厚的薄片，然后再改刀切成粗一点的细丝。小时候啊，我们家里面也种了生姜，像我们家呢，特别喜欢吃嫩生姜，把嫩生姜泡在坛子里面，放上2、3天后，用它来搭配粥，特别的好吃开胃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用来做酸菜鱼，特别的香。切生姜的时候不能切得太细，也不能切得太粗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完全切好后，我们把它收入盘中备用。把锅烧热，我们把刚才炒好的米倒进锅里面，不要浪费哟，盘子里面所有的米都要加进来。接着我们先开大火，把米表面的水分炒干。刚才给大家说了，有时间的朋友，我们可以把炒好的大米放到太阳下面去晾干，但是没时间的话，就可以用我现在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，先用大火将大米表面的水分炒干，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。刚开始炒的过程中，咱们可以看到锅底啊，它会留下一层这种白色的像锅巴一样的东西，这个是正常现象。在后期炒的时间增长的过程中，它就会慢慢的消失，大概炒上约1分钟的时间。可以看到呢，大米表面的水分已经基本上变干了。这时候我们要把火关到最小，
用柴火在不停地慢慢翻动翻炒。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站在锅边，就能闻到比较浓郁的米香味了，闻起来有点像咱们以前小时候在大锅里面做米饭，锅底下面留下来的那种锅巴，闻起来超级的香。继续不停地翻炒，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大米的表面出现了比较细的这种裂纹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，不要着急，继续将大米翻炒一会，直到我们锅里面的大米看起来有一点点浅黄色的颜色，我们就可以把生姜丝倒进来了。生姜丝加进来之后，继续不停地翻炒，大米具有很好的吸附性，并且我们大米已经提前被炒干，现在大米表面的温度也特别的高。那么当我们把生姜丝下进来之后啊，大米就会利用自己的吸附性，将生姜表面多余的水分吸附干净，并且呢可以让生姜表面快速升温。这样一来，咱们生姜丝就很容易被炒干炒脆了。翻炒的这个过程中非常的单调，也没有任何的技巧，我们只需要用锅铲或者是木铲，或者是家里面的勺子，要不停的翻动。大概炒到1分半钟的时候，咱们生姜丝表面的水分基本上也已经完全变干了，但这个时候还没有炒好。把生姜放进锅里面，继续不停的翻炒，不停的翻动，翻炒到5分钟的样子。这时候可以看到我们锅里面的大米已经变成了这种的焦黄色，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闻不见生姜丝那种特别浓郁的姜气味了。又继续翻炒了约2分钟的样子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大米的颜色变得更加深了，而我们的生姜丝也已经完全炒干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现在就可以关火了。关火后不要立即把我们的大米还有生姜丝倒出来，利用锅里面的余温将我们的大米还有生姜丝烘焙一会，因为这个时候锅里面的温度还特别的高，利用锅里面的热气就可以让咱们的大米变得更加的脆，生姜丝呢也会更加的干燥。这个时候锅里面的温度已经完全变冰凉了，而且我们的大米也只是手有余温，不是特别烫的状况，所以说呢，现在里面的生姜丝它还是有一点点偏柔软，当它完全冷却之后就会变得特别的脆。冲泡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我们取一点放进杯子里面，用刚烧开到150度的开水进行冲泡，用勺子搅拌搅拌。喜欢枸杞红枣的，我们也可以往里面加一点枸杞红枣。那么像我一般情况下，我就喜欢直接这样饮用，这样饮用喝起来有大米的米香味，还有咱们的生姜香气，这样一杯既简单又营养好喝的大米生姜茶就做好了。我们平时在大鱼大肉之后，感觉肚子撑撑的，看啥都非常油腻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来上一杯，特别的舒适。对于咱们的身材方面有所追求的朋友，可以每天来上一杯，真的非常的不错哦。正所谓冬吃萝卜夏吃姜，夏天多喝一点点我们的大米生姜水，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你就会发现自己身上的变化了，也会收获满满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。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。剩下的大米和生姜一定要等它完全冷却之后，再放到密封罐里面保存，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，随用随取非常方便。那好了，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您收看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